我和姐姐同一天出嫁，但揭我盖头的却是我的姐夫宁王。我这才知道，姐姐和我的心上人暗度陈仓，调换了花轿。你别怕，活不了多久，你再忍忍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说活不了多久的是姐姐和我那心上人。此刻我如坠冰窟，姐姐能自私自利，可我做不到。欺君是大罪，如果被宁王发现我不是姐姐，明日就是江家的死期。待所有人退了，我迟疑着上前给王爷请安。你的声音怎么和从前不太一样？宁王虽失明，但记得姐姐的声音。我心如擂鼓，强装镇定。染了风寒，声音可能有些改变。那早些歇息吧。你今天怎么这般安静？大约是环境陌生，我紧张了。我逃也似的进了静屋，心跳得极快。我总觉得以宁王的聪明，随时会发现我不是姐姐。磨蹭了许久出来，我脚下一乱，踢倒了脚蹬。踢到脚了？下一刻，他竟将我抱了起来，放在床沿。那只脚破了吗？需要请大夫吗？我福至心灵，为了糊弄过今晚的圆房，立刻大喊：要！好，那给你请大夫来。你怕我？王爷，您是出了名的好脾气，我怎么会怕呢？那次在战河园吃饭，伙计莽撞将汤汁泼在您衣服上，您不但没有生气，还反过来宽慰他。那天你也在？不在，我听别人说的。小骗子，那天你明明就在。大夫来了，说不严重，养一养就好。我正迟疑的想编些病痛拖过今晚，没等我开口，宁王已出声：王院正，给他上些药包扎一下吧。天气热，有伤口就容易入外邪。是。我惊讶地看着宁王，他竟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。王院正心思玲珑，竟将我整个左脚都裹成了粽子。伤筋动骨100天，娘娘这些日子千万莫要用力，以免伤了筋骨。辛苦了，改日请你喝茶。王爷客气了。王院正匆匆离去，宁王坐到床边，细心地帮我紧了紧被子。受伤了就早些歇着，我睡软榻去，免得碰着你的脚。我错愕地看着他。这一夜我惶惶不安，本想了一堆托辞躲避进宫谢恩，没曾想天一亮，他竟主动开口：夫人，你行动不便，宫里那些繁文缛节我都替你推了，不必去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到底是在帮我，还是在试探我？没等我细想，父亲和兄长便急匆匆赶来了。江岩那个逆女，简直荒唐，行事竟如此不顾后果。木已成舟，这也是命啊！二妹，哥哥知道你喜欢闵时宜，可如今姐姐已经和他，若是换回来，宁王绝不会放过江府的。只能将错就错了。我替母亲擦着眼泪，他们觉得我被亲姐姐和心上人背叛是命苦，让我认，我认。但明日回门，我定要亲口问个清楚。入夜，宁王推门而入。夫人，用膳了吗？陪我用些。桌上有鱼也有羊肉，姐姐故爱羊肉，我却一闻就吐。为了不露馅儿，我忍着恶心，夹起一块羊肉塞进嘴里。正当我犹豫要不要继续大快朵颐时，一个小脑袋从门口探了进来。二嫂，你就是我二嫂！哇，你好漂亮啊！侧颜，不得无礼。嘿嘿，二嫂，我听人说成亲可有意思了。二嫂，什么是成亲啊？我知道，成亲就是成天亲亲。二嫂，你们今天亲亲了吗？我的脸瞬间烫得能烧开水，余光瞥向宁王，他握着茶杯的手僵住了，耳尖红得滴血。胡说什么？目无尊长。二哥凶我。没事没事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知从哪儿听来的笑话。我没胡说，二嫂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对我好，我也对你好。一家人？我愣住了，看向宁王，他正垂眸喝茶，那如画的眉眼间竟全是藏不住的笑意。夫人，既然要休息了，那咱们早些歇息吧。那我喊人来铺床。
小骗子，你到底要我到什么时候？二嫂，二嫂，记得要亲亲啊！阿离，对不起，我是喜欢你的，但错已形成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要我怎么补偿你都行。我要你立刻以死谢罪。他怎么这么狠？那你就好好闭上嘴，将这顶欺君的帽子藏好了。对于闵时义，我曾心动过，可那薄薄的情愫，在前夜盖头揭开的一瞬，便化成了乌有。有的人不值得。夫人，你家的路我不熟，有劳夫人了。我牵起他的手。回城时，单人轿子变成了马车。宁王心情很好，路上还买了糕点。我试探着开口：“王爷，您被人骗过吗？如果有人骗你，你会怎么样？”分人分事。如果是不熟的人，骗的又是了不得的大事呢？那定要让对方付出代价。我吓得捏碎了手里的糕点。母亲的话在耳边回响，趁着王爷没发现前，生个孩子。到时候他为了孩子的颜面，也会守住这个秘密。为了全家人的性命，生孩子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。在想什么？糕点很好吃，七殿下今儿还来吗？他古灵精怪，很可爱。下午，七皇子踩着饭点来了，晚上还闹着要在院子里散步。王爷行动不便，散步就算了吧。夫人，我行动没有不便，走吧，散步。七皇子，奴才抱3个人散步，左一圈右一圈。半个时辰后，七皇子走不动被抱走了，宁王却兴致极高。夫人，我不累，继续。好，走到最后，累的人不是宁王，而是我。洗漱过后，我强撑着精神暗示他：“王爷，歇息吧。”我将他的枕头放在床上了，可惜他看不到。我刚躺下，也就眨眼的功夫，竟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宁王不在。翠娟，翠娟，好像没圆房，那怎么办？奴婢悄悄去府外找婆子打听。中午，翠娟回来，提着一豆子泥鳅，一脸神秘。那个老妈娘说，男子吃这个好。晚饭时，我给宁王夹了几块泥鳅，他吃了一筷子，挑了挑眉。怎么想起来买此物？是翠娟姑娘拎回来的，夫人吩咐厨房烧了给王爷吃。王爷素来没吃过这种污秽物，不如奴婢端下去吧。王嬷嬷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不知道宁王知不知道这泥鳅的功效。我忽然懊悔自己表现得太心急了。我低头喝汤。无妨，味道很好。多谢夫人了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心里直打鼓。这泥鳅吃下去，今晚他总该有点反应吧。用过晚膳，宁王却在树下练起了剑。他的动作行云流水，身姿金贵，哪有一点体弱的样子？我让人给王爷烧些热水，洗一洗吧。有劳了。回到房里，我发现他换洗的衣服竟落在了外面。我站在净室门口，手心冒汗。都没圆房，现在送进去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太轻浮了？我一咬牙，还是敲了门。王爷，我将您换洗的衣服送进来。有劳夫人。我推开门，宁王正背对着我坐在浴桶里，那宽阔挺拔的肩膀，皮肤在水汽下显得格外……我胡乱看了一眼，放下衣服就想跑。夫人慢些，夫人这偷看的本事倒是一点没长进。我窘迫的不敢回话。少喜，他出来了，手里拿着帕子到处摸索。王爷是要做什么？想擦头发。我帮你擦。我站在他身后，指尖穿过他如缎子般的长发。为了更亲近些，我主动开口，以后房里近身伺候的事，我也能做些。照顾我会很辛苦。我们是夫妻，不辛苦。好，那就辛苦夫人了。可奇怪的事发生了。先是照顾宁王多年的王嬷嬷，傍晚就收拾包袱，说要回乡容养。往后就辛苦王妃娘娘了。王爷交代的任务总算完成了，我可得赶紧走。
别耽误人家小两口。接着是侍卫丽人也火急火燎的来告假，小人要回家成亲，得走半个月。这么突然？是去年定的。宁王晋升的事，事无巨细，全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。下人走光后，连书房里代笔写信的事也落在了我头上。刘兄到塞外了，你回他，我一切都好。对了，夫人可喜欢吃牛螺糖？没吃过。那让他烧些牛步糖回来。我手中的笔微微一顿，心里泛起一阵酸肃。王爷不必如此，京中什么都能买得到。我本不想出门，怕遇到熟人，但又舍不得和他相处的机会。到了牡丹园，我带着魏茂牵着他的手游在花丛中。我一直想要个花房，可惜以前在家里没地方给我试花弄草，如果能弄到六角红就好了。那我就给你建个花房。至于六角红，巧了，我朋友有。真的？当然。我高兴得忘乎所以，一把抱住了他。谢谢王爷。他身体一僵，虽没有回报我，但嘴角却一直上扬。夫人这么高兴，我恨不得把天上的太阳也摘下来捧给她。我心里正庆幸嫁进了王府，忽然听到有人喊我：江雪，今天好巧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了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下意识握紧了宁王的手，是姐姐的好友赵从玉，手心传来回握的力道。我这才惊觉，赶紧松开手，硬着头皮学着姐姐的语调和她打招呼。幸好你没有嫁给闵时宜，我和你说，她在外面有个相好的，这下你妹妹要发愁了。我错愕不已，闵时宜自诩清高，竟然在外面有人。以前你总说你妹妹运气好，依我看，她的运气可不如你。闵时宜的事我还不知道，待我回家问问父母。赵从玉走后，我看着他的背影开始发愁，这欺君的秘密还能瞒多久？怎么了？你妹妹出事了，可要去看看她。看着赵从玉离开的背影，我手心全是冷汗。他刚才那个眼神，分明是看穿了什么。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一回头，竟在牡丹园门口撞见了姐姐江妍。你疯了吗？我不是让哥哥告诉你别出门吗？凭什么你能来赏花，我就不能来？江雪，你当了王妃就硬气了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告诉宁王？你到底长没长脑子？这是欺君！你想让爹娘兄长全为你陪葬吗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狠命把他推走。一转头，却看见回廊下一闪而过的窃红裙摆。糟了，是赵从玉，他真的看见了。回王府的马车上，我心乱如麻，宁王却突然握住了我的手。夫人，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？我们是夫妻，无论大小事都应该一起面对。没，一点小事而已，这事我哪敢说。为了排解焦虑，我把心思全扑在了建花房上。宁王出奇的配合，无论我提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，他都点头。花房好，我一直想给夫人建一个，只要夫人高兴，在王府养牛都没人敢说你。那我真的养牛了。那我就给你建个牛棚，不过还是花房像一些。看着他的笑脸，我心里更苦了。这欺君的刀悬在头上，我唯一的保命符就是赶紧生个孩子。可问题是，宁王他不圆床啊。阿离，你和王爷相处的如何？哥哥，你能不能悄悄帮我请个花娘，教教我？胡闹！你是江家的千金，怎么能沾那些？便是死也要堂堂正正。堂堂正正的满门抄斩吗？哥哥气走了，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愁得想撞墙。宁王看不见，我穿的再少也没用，言语暗示他又不接招，难道真的要我生扑？花房开工第7天，梁薇突然召见，我特意学着姐姐平时的样子画了眉眼，可梁妃看我的眼神依旧犀利得像刀子。本宫怎么觉得你今儿和上次有些不同，眉眼乖顺了许多。许是最近胖了些。哼，既然很好，那怎么还不圆房？宋景逸，
是你不行，还是他不愿？您管的太多了，夫人，我们走。宋景逸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眼睛瞎了？难道身体也废了？太子都4个儿子了，你连圆房都不敢，你就是个孬种！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梁妃，从未想过亲生母亲会这样羞辱自己的儿子。我心口一阵生疼，下意识握紧了他的手。阿离在心疼我，为了他，当一回孬种又如何？是我不行，您还想知道什么？给你们3个月时间，你要是怀不上，本宫就给他纳妾，一个不行就100个。走出长春宫，阳光刺眼，我却觉得通体冰朗。还没等我喘口气，又一个噩耗传来，姐姐姜妍竟然跟着闵时以去赴太子的满月宴了。她疯了吗？我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她去，她是不是想让我死？我冲回娘家，等了大半天，才看到姜妍若无其事地走进来。太子下了请柬，我能不去吗？你发什么疯？你又打我，你当我不敢还手是不是？你是我姐姐吗？你胡闹换亲，全家都在帮你善后，你却要把我们往火坑里推。我猛地挽起衣袖，这个疤，你忘了吗？那是太子当年要杀我时留下的。你现在顶着我的脸去见他，是怕他认不出我吗？我忘了这事了，你应该先提醒我的。这就是我的亲姐姐，她永远只会说我忘了。我气得跌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手臂上的伤疤，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那年战河园，太子见色起意，欲行不轨，我用茶盅砸了他，他便拔剑要杀我。是路过的宁王装作无意解了我的围，可如今回想起来，他当时真的只是路过吗？阿离，我也后悔了。闵时以在外面有女人，还不如宁王端方。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我肯定不换亲。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既然换了，就给我把这顶欺君的帽子藏好了。母亲送姐姐回了婆家，可麻烦才刚刚开始。二小姐，不好了！大小姐挠花了姑爷的脸，还给姑爷那怀孕的相好下了毒。什么？姐姐哪来的胆子下毒？那毒哪来的？小人不知，只听说是赵家那位从玉小姐来过之后，大小姐就变了主意。赵从玉，她这是要把我姜家往死里整啊！我心乱如麻，刚回府就撞上了宁王。夫人，手怎么这么凉？没事。夫人，我们是夫妻吗？是。既然是，那就别怕，活不了多久了，你再忍忍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他说的活不了多久，到底是指谁？2日后，赵从玉又送来拜帖，我冷笑着直接拒绝。哥哥，查到赵家的把柄了吗？查到了，只要他们敢揭穿换亲，我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先把母亲和小弟送去江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镜中自己的脸。宋景逸，等家里人安顿好，我就向你坦白，哪怕是死，我也认了。我和父兄决定，端午节就向王爷坦白。可没想到，还没等我们开口，一直威胁我的赵家竟突然获罪千里。也太巧了，简直像有人在背后帮咱们清场。我心里怪怪的，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端午当天，我回娘家送节，却在后院被闵时以拦住了。阿离，我后悔了，姜妍脾气太坏，不如你稳重。反正王爷也没和你圆房，他要娶的本就是姜妍，不如你们换回来吧。他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？闵时以，你把姜家当什么？把你读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吗？我气疯了，捡起地上的石头就往他头上砸。哎呦，你竟然打我！打得好，这种骨头轻的状元郎，不打死留着过年吗？姐姐不知从哪儿冲了出来，顺手抽起一根牵瓜藤的竹竿，照着闵时以劈头盖脸的抽了过去。我让你换，我让你撒野，看我不抽死你这个没脸没皮的！看着闵时以满脸是血，狼狈逃窜的样子，
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可一转身却对上了不知何时站在那里的宁王。王爷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替嫁的事是我江家不对，要杀要剐随您处置。我扯着他的衣袖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刚才砸到闵师乙没有？砸到了一次。转头不行，下次我带你练。王爷关注的点是不是有点偏？没嫁给他，你很难过吗？没有，我庆幸嫁的是王爷。王爷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是吗？可我怎么没察觉？我问了你多少次心事，你都不肯说。我对不起你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们？毕竟你原本要娶的是姐姐，我也是怕你心意错付。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姐姐了？江雪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什么时候喊过你江岩？你从第一天就知道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说？说了，好把你送回去成全你和闵师乙吗？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，所以他一直不圆房，是因为知道我不是姐姐，可又不确定我的心意，才一直拖延着。可是既然你在乎娶的是谁，为什么知道错娶后又默不作声？除非你从一开始想娶的就是我。宁王忽然站起来，说时间不早了，要去吃午饭。他跨过门槛下了台阶，走的那叫一个顺畅。站住！我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？二小姐，我是瞎子，我看不到。我在他眼前挥着手，他确实没有反应，可我就是不信。晚上回到王府，我沐浴完出来，有意穿着薄薄的一层纱在他面前晃。他坐在桌边喝茶，毫无反应。王爷，你真看不见吗？我气不过，端着凳子坐他见面，直接褪下了外衫。他虽没表情，但耳尖和脸颊肉眼可见的红了。又过了一刻，他竟流出了鼻血。王爷眼睛装得好，可鼻子却拖了你的后腿啊！你先将外衣穿上。我早穿好了，你当我傻吗？宋景烨，你给我出来把话说清楚。我也没想瞒你，时机未到罢了。这下我们扯平了。哪里扯平了？你还没回答我，为什么看到盖头下是我时，你默不作声？见过发财的人满大街的嚷嚷吗？什么？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他忽然熄了灯。夫人，早些歇着吧。我不要！我脾气很坏的，下午捡石头砸闵师乙你也看到了，我也能砸你。下一秒，他直接吻住了我。先前天天买泥鳅暗示我，我又怕你只是委曲求全，你不知我多辛苦。小骗子，现在我什么秘密你都知道了，我断不能放你离开了。第二日醒来，他抚着我手臂上当年被太子划伤的疤，皱了皱眉。我现在就想这样，一直跟你待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从这天起，我们彻底没有外人时，他粘人的要命；有外人时，又是一副生活不能自理的瞎子模样。转眼入了7月，花房建好了，宫中突然送来请柬，皇后要为太子的第4个儿子大办百日宴。我们不去，家里的花花草草需要我们照顾。对啊对啊，我们的花花草草离不开我们。王爷，宫里出事了，圣上喝了太子进的茶中毒，太子谋议被罚。就在刚才，宗人府失火，太子被困在里面，人已经没。知道了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们用这种口气聊？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们，朝堂上闹得腥风血雨，他却关着府门，天天在家陪我养花。9月的时候，闵师乙身败名裂，姐姐痛快地跟他办了和离，而我却被王院正诊出了2个月的喜脉。恭喜王爷，娘娘这是喜脉。头3个月要多休息，多和孩子父亲在一起，这样有利于胎相稳固。有劳了，大夫的话，夫人可要听。我靠在椅子上，
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王院正可真是个妙大夫啊！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以为的阴差阳错，全是他蓄谋已久的步步为营。那年战河园酒楼，小姑娘明明很害怕，却倔强地和太子对峙。我泼了自己一身汤，假装路过给她解围。那时候我就想，江家二小姐挺有意思。可父皇乱点鸳鸯谱，把她许给了那个到处拈花惹草的伪君子闵时宜，我怎么能看着她跳火坑？江雪许配给闵时宜。我认为二小姐还是嫁给我比较合适。正巧江大小姐偷偷和闵时宜来往，于是我暗中推波助澜，助了她姐姐一臂之力。成亲那天，揭开盖头的那一瞬，她被亲人背叛的表情让我心疼。可我不能说，我只能装作不知道，按着她的喜好布置了满院子的花房。她为了保全家族，天天买泥鳅给我滋补，想早点圆房。她不知道我忍得多辛苦。那天看到她手臂上当年被太子划上的疤，真的很刺眼。我决定让了太子这么说年，不想让了。他高兴我就高兴，只要他高兴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至于太子之位，我得去问问二小姐的意思。她要是想做太子妃，那我就去争取一下。我一直以为这桩错位的婚姻只是我江家胆大包天的欺君之举，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在这场博弈里，他才是那个执棋的人。我不能说，更不敢追究。若闹大了，皇室颜面不许，我更怕闵时宜那个不要脸的会把你抢回去，所以我只能装作不知道，看着你天天变着法儿给我炖泥鳅补身体，怕我不行。其实我身体好得很。他为了让我安心，在院子里舞剑，动作行云流水。我故意舞剑给你看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你男人完全没问题。赵从玉那个女人竟敢威胁你，我等不到你来向我求救，便直接出手让她全家滚出京城。那天在后院看你捡起石头把闵时宜砸得头破血流，我坐在屋里，心情从未有过的好。我的阿离就该这么凶。他牵着我的手，在那满园的花香里，笑得像个得逞的孩子。等了这么久，你终于肯真心跟我了。你每天煎熬，我却是身体和心理双重煎熬。只是你手臂上那道被太子划伤的疤真的很刺眼。那个位子我让了太子这么多年，现在我不想让了。9月秋高，太子倒台，他却依然陪我在花房里试花弄草。夫人，你若是想做太子妃，那我便为你争取一下。王爷，那若是我想做皇后呢？那这江山我便为你夺了。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，终于明白，这场替嫁是他为我布下的最温柔的局。